蒋郎，你怎么在这儿？这花不会是从牡丹院子里摘的吧？蒋郎放心，这些都是我出钱买的。如今我哪敢招惹姐姐半分啊？那就好。凡事啊，讲究先来后到。这汤匙你先用，我先走了。连州整个人都是蒋郎的，还分什么你我？自我嫁进来，蒋郎从不来我房中过夜，咱俩都多久没见面了？今日上天眷顾，让我遇着蒋郎，就让连州好好的服侍您吧。连州，我同你说句实话吧，自从有了牡丹，我对旁的女子实在提不起兴致来。我知道，这段时日啊，委屈了你。一会儿你去开库房的门，里面喜欢什么呀，你随便挑，好吗？嗯。果然是大王义女，真是善解人意。走了。你怎么端了个火盆上来？你不怕火了？是川渝端过来的，说是能驱邪避秽，还能烘干头发。哎，不用了，我自己来就行了。全身上下就嘴最硬。这样可有舒服些？嗯。平日啊，你是管着几家店的核店主，是担当一切的姐姐。也就只有在自己家中，在寂静夜里，才能有片刻松饭。行了行了，我们本是演戏，可如今怎么演得这般真切了？若是让天上的月老看到，会错了意，把你日后的姻缘红线全剪了，你可莫要怪我。我本就无心情爱，用不着月老。若他当真给我乱缠了谁，我定亲手将那红线剪断。别瞪了，缠成死结了。剪了吧。乖，啊，牡丹，张嘴，牡丹，废物，长得再像，终究不是何威风养的。郎君做了这么多，人心肉长怎能不动摇？可他已是花鸟使的人了，郎君何苦这般折磨自己？花鸟使，哼。
说的没错呀，花鸟氏。只有扳倒了蒋长阳，当何威风无枝可依时，他才肯相信，这个世界上只有我才能帮他实现夙愿。就是不是这个意思。信主对郎君情深意重，郎君不……郎君，郎君，出事了。码头出现生面孔，出现过3次，属下已经派人去跟了，暂时没发现他斗罗小说。那就盯紧他，查出他背后之人，别让他误了咱们的事。是。小夫人，您胳膊上的伤还没好，要不我来？不用，千万不用，我可以的，忙你的啊。这招财抱着花是去哪儿了？回小夫人是送去连州夫人房里的。这连州现在对花草感兴趣了？牡丹夫人，你怎么来了？我来给连州妹妹送驱虫药的。见过小夫人。可不能这样移栽呀！来，牡丹盛放的时候啊，不可移栽。招财之前没有养过花吧？若像你这样强行把它挖出来，就算这花能撑过今年春日，明年也开不出花了。姐姐今日过来是有什么事儿吗？我这看着你养了凝烟子，便想着此花娇气，一招小虫，给你带了一瓶驱虫的药水来。多谢。妹妹既然寄情于花草，何必劳动府中小厮呢？招财又不懂养花，为何不来找我？我本想养着玩儿，可不知其中有这么多门道。日后我还是作画弹琴吧，就不劳烦姐姐了。两位夫人叙话，招财先行退下了。去吧。困守内宅，恐怕只会误了自己的年华。我之前同你讲的，你可想明白了？要不要走出去，试试不一样的日子？你口中的日子，不是谁都能有幸过上的。我方才见着桌上的包裹，妹妹这是要出门啊？我想去开元寺小住2日，诵经祈福。开元寺，禅修清苦，怎么突然要去那里？我想和神仙去求一求我与蒋郎的缘分。姐姐大度，不会不让我去吧？自然不会。那点花土，一看就是采薇高升提醒后即刻产的。连州在和招财说什么，还要亲信守在门口。招财是蒋府的小厮，连州这么轻易就能收买吗？招财！郎君饶命！你平日里也不是折磨下人的主子，今日这是怎么了？你是跟这小厮有仇吗？你猜？蒋长阳在府中做戏，不单是想将纨绔的恶名传出去，只怕他身边一直都有旁人的眼睛。蒋长阳这几日不在长安，若招财真的是宁王的人，这连州突然离府，不会是要做什么对蒋长阳不利的事吧？我要去开元寺给母亲上香祈福，正好一起了。
我跟牡丹是姐妹，我陪她一起。夫人，合适的厢房已经熄灯了。频频私用皇家玉品，乃杀头重罪。夫人一定要败亡。夫人的修功可真好，这华莲长裙虽然旧了，却不减其美。上面的莲花像真的一般。当年我父亲开的绣庄，可是江南最大的一家。见我手绣出的衣裙不计其数，可如今能找到的、买到的，便只有这一件了。我从小便有一个心愿。有朝一日，能穿上这样美的衣裙，哪怕是在没有阳光的夜里，我是穿给自己看。可父母告诫我，商人不配做贵人服饰，直到父亲被贪官迫害，一夕间嫁祸身亡。我都从未穿过如此华丽的衣裙。夫人能走到今日，当真不易。商人卑贱，无论生意做得多大，当官的一句话必会让一切灰飞烟灭。只有攀附皇亲贵胄，才能以富贵我荣，珠翠罗衣，永保平安。原来连州也是商户出身啊！你和他都经历了不少的磨难，却活成了完全不一样的样子。我们被家人呵护长大，可是他呢，家破人亡，一路以来的艰辛和苦楚，未必是我们可以懂的。想必连州在年少绝望时，并没有人给他选择的机会，让他可以用绣工为自己谋一条生路。贵人给了他一座锦绣牢笼，让他丰衣足食，高枕无忧。他自然以为，只有攀龙附凤，才能拥有安稳的人生。这么看来，可恨之人，确实都有可怜之处。这贵人穿旧了不用的衣裳，寻常百姓买了也是罪过。想必这些年，连州谨小慎微的算计度日也是怕了。就如同生意，想要重新开始，又谈何容易？等他住得久一些，和我们越来越熟了，说不定慢慢就改变了。希望如此吧。今日之事，我们全当没有看到，不能让第三个人知晓。明白。